这是两个地表最强的对决，对我来讲最大的福利就是我要看帅哥。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凯一点。千万不要开车去，真的那种热情，外国人会直接把你抱起来亲。Hello， 大家好，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2010年那场世界杯？身为一位球迷，其实那场世界杯是我目前为止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场。主要我觉得还是因为 Shakira 的唱的主题曲 Waka Waka 那首歌当年真的超级红，然后也因为那首歌好像把全世界的人都用足球连接在一起。那今年这个人又回来啦！这一次的世界杯主题曲依旧是由 Shakira 她新的歌曲叫做《Die Die》，然后这次她是携手了一个 Afrobeat 的巨星叫做 Burna Boy 一起去创作合唱的这首歌。就像 Shakira 相隔16年再度为世界杯献唱一样，这一次世界杯我个人认为最大的看点也就是时间的传承。那这次世界杯的话，它的规模其实也进一步扩张到48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那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这届比赛是一种浓浓不舍的感觉，因为这一届极有可能是两位传奇巨星阿根廷的梅西和葡萄牙的 C 罗这两位世界名将的最后一集。我们这一代几乎都是看这两位神将从青涩少年踢到现在绝对王者，所以这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诸神黄昏。那如果有幸抢到了票的话，你们已经在球场上看的不是比赛，基本上看的就是创造你自己一辈子的回忆和热情。另外一个也是很残酷，就不论前人多么的厉害，其实永远有天才正在年轻。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要替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几年大家一定会很熟悉他们名字的几位足球的新星。比如说今年的西班牙，一位刚满19岁就拿下奥运金牌的天才中后卫 Paul Kupasi， 还有已经名震天下的 Lamine Yamal。再来看一下南美洲，巴西队19岁的锋线杀手 Endrick。当这些年轻人已经准备好接上前辈手里的火炬，这种传奇老将碰上出生之犊的硬碰硬，绝对是今年世界杯最大的看点。既然这些顶级强队和天才球员都要来美国，我们波士顿称为主办城市之一，这次抽到的牌真的非常的硬。我们西南边的吉列球场，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NFL 爱国者队的主场，这一次一口气包办了5场小组赛、1场32强淘汰赛，还有1场含金量极高的8场半准决赛。接下来大重点，大家打3个信心，就是在6月26号的时候，由上届的亚军法国队对上北欧超强的挪威队。今年这一场绝对是本次世界杯最受瞩目的一场，两位巨星，包括法国的姆巴佩，还有挪威的哈兰德，都会空降我们波士顿进场一个世纪大对决。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看到这两个人同台有多难得，因为他们平时一个在西班牙的皇马，一个在英国的曼城，他们根本基本上碰不到面，除非是打进欧洲最高级别的决赛。那至于国家队就更难了，因为挪威以前常常打不进世界杯，这次刚好名额变多，所以挪威这次才有幸挤进世界杯。这支北欧大黑马终于杀进来了，这就代表着这两大神将这次会在我们波士顿穿着他们国家队的球衣进行正面对决。所以啦，在这边该熬夜的记得熬夜，该欢呼的要欢呼，让我们敬请期待这场比赛的发生。这两个人强的地方完全不一样，根本是两种极端的怪物。像法国姆巴佩，他就像球场上的迈巴赫，他那个瞬间爆发力和带球过人的速度有点夸张哦。只要防守员给他一点点缝隙，他就完全能够见缝插针，他能够直接把对方甩到看不见车尾灯。世界杯这种大场面，就是要等他这种天生的王者降临。挪威队的哈兰德，有很多人戏称他是真人版的魔人普乌，他在球场上就像一台人肉坦克一样。你想一下哦，一个身高195的巨汉，跑起来飞快，他只要球一飞到球门前面，他抬起来头锤或直接大力起脚，根本没有人拦得住，完全是一台无情的进球机器。所以啦，这早就不是两个国家的比赛，这是两个地表最强的对决。一边是姆巴佩那种快、狠、准的优雅，另外一边则是哈兰德那种超霸道的暴力美学。好啦，所以6月26号，波士顿绝对是世界宇宙中心，所有的地球人都会盯着我们波士顿看。那我在这边先恭喜买到票的各位，你们运气好到爆，赶紧去买乐透。所以看世界杯，除了看这些精彩的表演和我们天才的球星之外，对我来讲最大的福利就是我要看帅哥。历年的法国队、西班牙队、意大利队都是传统的男模队，所以每次比赛开始，男生们在讨论赛程，我的姐妹们讨论的都是帅哥的下颚线。
首先是德国队的顶级男模，不对，是顶级球星 Kai Havertz。他身高193，顶着一张精致的厌世脸。当他穿着球衣或是私服西装，他那个比例的修长简直高耸入云，所以看着他会有一种重回我们青春少女的感觉，像是看着我们当初的学长温柔的在场上踢球，妥妥的我们这一届的足坛颜值天花板。第二位，号称美国队长的 Christian Pulisic， 他基本上就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大男孩，阳光帅气，然后跑在场上会引起所有少女们的沸腾。所以少女们一定会看着他深邃的眼睛、迷人的微笑、场上奔跑时专注的眼神。如果一个人又强又帅的话，他就注定一定会红。不过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凯一点。第3位，推荐给喜欢坏坏痞帅风格的姐妹们，所以他就是阿根廷的进攻核心 Rodrigo de Paul， 我们就叫保罗就好。他是梅西身边长期的贴身保镖，他全身满版刺青，再加上人鱼线和8块腹肌，整个性张力拉满。所以今天这一段是开福利给我自己。如果讲比赛的话，我可能没有讲得那么好，但是讲帅哥的话，我一堆可以讲。那我们在前面几期其实有教大家，如果您当天要去看球的话，千万不要开车去。我们之前有教大家怎么去办卡，还有搭我们波士顿的 MBTA， 也就是我们的地铁线。那如果当天的话，千万也不要傻大的去打 Uber， 就是你会在那边塞车塞到怀疑人生，可能光过去就2个小时了。姆巴佩都已经踢进球了，你人还没有到。因为吉列体育场它是在我们麻州南边一个叫 Foxborough 的 town， 它平常就是一个小城镇而已，但它只有对外只有一条连外道路是 Route 1， 所以当天的话，你就想所有的车子就塞进一条路，然后等要回程的时候，所有车子又开进一条路，所以那会是一个地狱。在这边的话，我想要再跟大家 brief 一下我之前跟大家提过的4种最佳观球方式。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到我们的 South Station 搭我们大众捷运交通工具，就是 MBTA， 用这种方式到达我们的球场。第二个就是可以开到附近，然后在附近找个停车位，用美国最流行的文化 tailgate， 就是把你的后车厢打开，跟大家一起在那边烤肉，跟大家一起 share 啤酒、放音乐等等，到时候也会有很多人跟你同欢。第3个的话，就是在 Boston Downtown 这边找一个气氛很好的酒吧，跟大家一起坐下来，轻轻松松的吃美食、喝啤酒这样。第4个就是直接到 Boston City Hall 那边只要有比赛，它就会有大荧幕，然后可以跟大家这样在现场一起同欢。当然了，你在家跟着家人一起吃好吃的，一起看比赛，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观赏方式。如果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话，推荐你就直接去芬威球场，绝对不会错。因为像我们之前在那边看 Celtics 的比赛的话，那边只要凡是他们赢了，真的那种热情，外国人会直接把你抱起来亲，然后他们的酒吧 bartender 他会拿着啤酒枪到处乱扫射，气氛真的很好。那边有一整排的酒吧。那我之前也做过一期关于波士顿的旅游攻略，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哦。那今年世界杯其实就有几大重要看点，第一个就是 Shakira 她的神曲回归啦，第二个就是梅西 C 罗的最后一战，第3个就是姆巴佩和哈兰德世纪对决，当然还有一堆帅哥啦。所以2026年的夏天注定精彩，那大家也要一起好好的去融入，享受这些巨星替我们带来的这些美好的回忆。请大家跟我讨论一下，到底姆巴佩和哈兰德的世纪对决，到底谁有可能会赢？然后以及你觉得哪一队会赢得最后的大力神杯呢？你在底下留言给我你的神预测哦。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不错，请给我一个大大的赞，并且留言分享，还有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我是 Emily， 我们下次见，拜拜。